大家好，这节开始我们来讲一下体型调整的部分。我们知道，在骨骼网格体中，网格体是以蒙皮的形式绑定到骨骼上的。我们像这样旋转骨骼，网格体就会跟随着旋转，这是我们大部分动画的制作原理。如果我们对一个骨骼进行缩放，像这样，或者平移，网格体就会发生形变，这是我们将要用来做体型调整的原理，非常的简单。那我们现在想要这样，在运行中动态的对每一个骨骼自由的进行缩放、位移等等，就 transform 信息的一个调整。为此，我们需要用到 Control Rig 这个插件，它是虚幻引擎默认提供的。我们在编辑插件这边搜一下 Control Rig， 如果你的项目还没有启用的话，就启用一下它。接下来我们讲一下怎么创建它。我们找到角色的这个骨骼，在这个目录下去创建，右键，在动画这边往下找到控制绑定。好，它中文叫做控制绑定。这边我们要选择一个类型，上面这个是 Control Rig， 这个是细致的控制每一个骨骼。这个 Modular Rig 它是以模块的方式去创建。我们这次用这个创建，然后 Control Rig 我们就叫 CR 开头吧。好，我们打开。现在我们这边是空的一个界面，我们需要导入一个骨骼，这样我们才有东西可以被控制，对吧？这边有个层级绑定，在这里点导入层级。好，它让我们选择一个网格体，那我们找我们需要调整的骨骼的一个网格体就行，我们就用这个吧。确定。好，这边可以看到预览这边把网格体导入进来了，然后这边是骨骼的层级，然后我们的这个图表这边有一个向前解析。这里说明一下，骨骼的向前解析指的就是从根骨骼开始，一步一步的向它的子集进行调整。比如说从根骨骼，然后再到这个角色 hips， 然后沿着这个脊柱一路到我们的这个头，这样顺着骨骼链的调整叫做向前解析。我们还有一个向后解析 backwards solve， 它指的呢就是从末端骨骼链的末端开始，往它的根骨骼的部分进行调整。比如说我们从脚趾到脚，再到腿，然后到这个 hips 到 root， 这个是向后解析。向前解析一般是用来做动画用的，然后向后解析一般是用来做 IK 的。比如说我们想要让脚精确的踩在某个台阶上，我们就把这个 foot 的这个骨骼放到这个台阶上，然后利用向后解析，让腿啊、小腿、大腿自动的去调整位置，以适应这个 foot 骨骼的位置的一个变化。好，我们在体型调整中呢是不需要用到向后解析，我们只需要向前解析就行了。然后我们来讲一下这个 Control Rig 它是怎么生效的。我们在这边绑定层级这儿去选择我们想要调整的骨骼。我们以这个 head 脑袋骨骼做一个示范，这样把它拖进来。我们可以有一些选项，这里我们选择设置骨骼，然后假如我们把它连到向前解析上，比如说在这边值打开，我们可以调整它的 transform 的一些属性 rotation 位移、缩放3个维度的。我们在这个地方测试一下，比如说把缩放调整成222，可以看到这边预览中有了变化。我们也可以调整这个平移。
0。像这样，现在我们再次把 head 这个骨骼拖过来，选择获取骨骼，这样就可以获取到我们这个骨骼的所有信息。我们在这个地方把空间改成本地空间，这边也一样，这样我们就在本地空间中去做一些变换。它相比于这个全局空间的好处是更节约性能。我们现在获取到这个骨骼的变换信息，然后我们把它这样连接到这个骨骼的变换上，也就是说我们得到了它自身的信息，再给它设置回来，这样相当于没有进行操作，对吧？那么现在我们假如只想对这个缩放信息做一个调整，来改变我们头部的大小，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地方去乘以一个参数，像这样。同样的，我们的平移信息可以去加上一个参数。一般情况下，我们不会对旋转信息做处理，因为旋转是动画中使用的。好，非常简单，这样子我们就已经解释完我们的基本原理了。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是，我们针对所有想要去做出调整的骨骼，加上这样一个操作，然后把这些连出来，当成我们的一个变量。再之后，我们只需要在角色的动画蓝图中去应用这个 Ctrl Rig， 然后将变量传递给 Ctrl Rig 就行了。这里我自己制作了一下，可以看到看着非常的吓人啊，但实际上就只是刚才我们讲的那一点原理。我们来看一下，我们这边按照层级把角色身上大部分的骨骼都做了一个控制。首先是 Root 这块位置，我们用来控制角色身体整体的一个缩放。然后 Hips 这边我们设置了一个 Position 的一个变换，因为我们将来比如说把这个脚给调整长了之后，它就会穿模到地下去。我来看一下，找到这个腿的这个参数，比如说我们把它给调长一些，我们在 Z 轴上给它改成 1.2， 它是不是穿模到了地下？那么为此，我们要让角色的这个 hips 盆骨这个地方的位移做一定的变化。我们把 Z 轴这个地方做一些调整，太多了。像这样，我们把这个角色的这个脚部的这个点再给调回来，相当于做一个补偿。然后接下来就是沿着骨骼链这个一路上来，胸膛、上胸腔、脖子、脑袋，可以看到这一条链是我们的整个脊柱的一个链条，然后下面这个是腿的一个链条。我们这里把这个是胸部的一个大小调整，然后这个是大腿的，这个是小腿的，这个是脚的。然后接下来是手臂的部分，这个是肩膀的，这个是大臂、小臂、手掌，然后这一条链是我们手指的一个调整。我们这边把每一个手指都写了出来，但是我们用统一的一个参数来控制这个手指它的一个变换。就实际上我们可能不需要这么精细，比如说手指的控制，还有部分骨骼的控制并不需要，但是这边为了演示期间，我把所有的这个能控制的参数都加进来了。然后这边的参数呢，就是在这个我们原先在这个绑定层级，在这边我的蓝图中变量中，我们增加了一系列的向量的一个变量，然后把它设置成公开。
这边设置成公开之后，是我们将来就可以在动画蓝图中直接去控制这个参数。可以看到都是一些缩放和位移的信息，这样我们角色的控制绑定就做完了。我们接下来看如何应用它。我们现在需要找到这个角色的动画蓝图。在这个动画蓝图中呢，我们来调整角色体型。我们应用到这个物理模拟之前，在这里找到 Ctrl Rig， 然后如果我们需要调整参数的话，就在这边先指定上我们的 CR。好，然后这边是所有的一个输入参数，我们需要用什么就在这边使用引角或者曲线。比如说，我们来同样的把脑袋调整一下看，变异，我们运行看一下。我们打开角色蓝图，在这里编译一下，可以看到我们的脸部和头发也被放大了。我们的这个 Ctrl Rig 它实际上只应用在角色网格体的动画蓝图中，也就是说理论上它只应该对我们的骨骼网格体生效，而这些脸部、头发作为一个独立的网格体却能够被它影响。这里我们来解释一下。我们找到这个脸部网格体的动画蓝图，可以发现问题出现在我们这一个节点上。在这个节点中，我们传递的是一个 transform 的一个信息，不是单纯的旋转信息。也就是说，角色骨骼上的所有的 transform 信息、缩放、平移等等变化，我们都被传递了过来。这样的话，所有应用到角色身上的骨骼调整，比如说 Ctrl Rig 也会被我们的这个组件自动的应用。当然，这其实是我们想要看到的情况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再验证一下。比如说，我们把影响衣服的一些部分，比如说这个胸部的一个大小，稍微调大一点，我们观察一下衣服是否也能适应这个变化。编译，在这个地方编译，我们再运行一下，可以看到我们的衣服也自动适配了，并且它的物理模拟也没有任何的问题。好，这个就是我们在这个动画蓝图中传递这个 transform 信息的一个作用。我们再演示一下整体调整体型。这边我自己调整了一些参数，让这个角色看起来更加成熟一些。在这个阿尔法中，我们可以控制混合的强度，如果是0的话，就是完全不应用这个 Ctrl Rig。可以看到现在角色的这个身材曲线是比较的平的。如果是1的话，就是完全应用 Ctrl Rig。然后我们这边讲一下，想要调整一个角色的体型，不是整体的把它放大或缩小，那样是没有用的。从美术的角度上来说，我们应该调整的是角色的一个头身比，以及角色的身体的剪影，也就是曲线的这些部分。以这个角色为例的话，我们主要的调整有几个：一是盆骨变得更宽了，臀围这边增加了，然后是腿变得更修长的同时，大腿变粗了一些，和小腿做对比啊。然后是胸围增加了，这样的话，角色身体的这条曲线会显得更加立体一些。然后我们的手指更加的修长了，
头部也做了一点点的拉长处理，因为你越年幼的女性，她的脸部会越圆。好，到这一步，大家就可以自己考虑一下如何设计一个动态体型调整的方案了。比如我们可能有一个 UI 界面，上面有各种滑条来控制参数，然后把这些参数传递给角色蓝图，再传递给动画蓝图，然后应用在 Control Rig 上，这样我们的角色体型就可以做一些动态调整，等等等等。好，这一期我们先到这里。